全村划入山洪避险搬迁区，每户赔偿几10万，并整体搬迁到县城的安置点。可村主任赵德柱却以我家承包的山岗地比村里高出5米为由，把我从名单中剔除。我没吵没闹，转头在自家院落里铺了40公分厚的双层钢筋的 C40高标级混凝土。见状，全村都笑我修了个坦克基地。只有我知道，作为退伍工程兵，这是我用专业知识为家人筑起的保命抱寨。我懂基建防汛，能精准测算山洪冲击力，更清楚这片山岗是唯一能顶住强山洪的高地。直到3天后，特大山洪席卷全村，裹挟着泥沙和外雾吞没了所有房屋。当初那些看我笑话的人，全泡在浑浊的洪水里，冻得瑟瑟发抖。赵德珠孙痞子划着小木船，还想趁机强行登岗抢夺物资，却不料被我提前用专业技术布下的高强度不锈钢防护网死死拦在外面。想上岸，登岗费1次3000，喝口纯净水，扫码200。在此之前，村里的大喇叭里反复播报着搬迁补偿通知。全体村民注意了，征迁补齐方案正式下达，每人80万，整整齐打到大家的银行卡上，绝不拖欠。听到了吗？80万，咱爸的债能还清了。念念进城上学的学费也有着落了。再等等，看看名单。吴老根家4口人，320万，1分不少。马建军家3口人，240万，按时到账。林燕，你家3口人又是240万到手，今晚县城饭店你不摆2桌说不过去吧？赵主任，我家呢？我家2层小楼，3亩承包山岗地，凭什么名单上没我？林燕啊，你家的情况特殊啊。你家那块山岗地海拔比村里平均高出5.5米，地质报告说那叫天然高岗，不在避险搬迁红线内。也就是说，山洪淹不到你家房梁，你家不算搬迁户，1分钱补偿没有，不算搬迁户。你看看周围，山洪一发，周围全是3米深的水，我那儿就是个孤立无援的地方，路断了，电掐了，你让我全家在孤岗上当野人？那是你的困难，你自己想办法，别在我这儿唧唧歪歪。兄弟，这运气真是没谁了，全村都发财，就你家发不了财。以后咱们搬走了，这旧村就是你一个人的。等哪天我发慈悲回来钓鱼，你记得给我留个停车位。林业，别怪叔，谁让你家那地界占了全村最高点呢？你要是早点把你家后面那块林地让给我亲戚搞养殖，我也许能帮你争取个名额。现在嘛，你守着你的高地等死吧。行，赵德柱，既然你说我家是避险高地，不算搬迁的话，那从现在起，那我怎么折腾这块地，你也没权利管了吧？哈哈哈哈哈哈！随你便，你就算在上面修个碉堡，只要别找村里要钱，没人管你。来来来，大家都有啊！当天下午，我就联系了之前的桑主任。李哥，我是林燕，地儿我不租了，违约金我赔，但剩下的租金你先得退给我。对，全退，急用。林燕，你拿不到搬迁款，受刺激了。这时候把钱全抽回去，你拿什么火？我想修个东西。赵德柱，孙磊，你们想要看我溺死在孤岗上，那我就把这儿修成他们高攀不起的活命船。你真疯了！家里就剩下这么点救命钱了，你不留着买米买面，你请这些推土机进厂干啥呀？咱们以后日子不过了。妈，这钱留着买米，山洪一来也得发霉。只要这水泥打下去，咱们的命就保住了。您进屋，剩下的事儿交给我。哟，林老板大手笔啊！这是要在院子里挖井自尽，还是想修个游泳池，等山洪来了好练习潜水？孙磊，
我看你那车底盘挺高，就是不知道在3米深的水里能漂多久。你最好现在去买几个救生圈布车顶上。林先生，我干了20年基建，没见过这么修院子的。地基挖1米深，双层布筋，还要用 C40的高标号混凝土。你这院子不到200平，光这水泥地就要砸进去30来万。王经理，我要求的是绝对承重。这块地不仅要防山洪，还要扛住长年累月的冲刷，还得能承受10吨以上的重型机械。金刚砂耐磨层给我铺2遍，颜色要最亮的工业橙。我要在卫星云图上都能一眼瞧见这儿。你这是要停什么啊？我要停驶的是命，是命。能不能干？不能干我就换人。能干，只要有钱就能干。守岗人，水泥干了没？要不要我借你个电风扇吹吹？哼！林燕，别折腾了，村长说了，明天就掐断进村的电缆。你这水泥地修得再漂亮，晚上也得摸黑抓耗子。林燕，你这是违章建筑，载基地是盖房子的，不是给你修机器厂的。赵德柱，你亲口在喇叭里说的，我家不算搬迁，这地是我个人的私产。既然不搬迁，我搞防洪硬化工程，哪条法律说不行？你想拆可以，拿到许可再来，否则谁敢动我的水泥地，我就追究谁的责任。行，你狂！等水一上来，路一断，我看你守着这块光秃秃的水泥地吃什么？到时候你饿死在上边，求到我头上，你看我给不给你1粒米？不劳您费心，这水一上来，谁求谁还不一定。我心里清楚赵德柱的心思，他早就看中了这块全村最高的山岗地，想等山洪期来临，我全家走投无路，弃房逃命时，他利用村主任的权力低价代管，转手租给那些想在山洪期囤积物资、倒卖粮食的黑心商。但他算错了一件事，这块地不仅是我的根，凭借我多年的工程兵经验，它马上就会变成这方圆50里内唯一的生命跳板。搬迁进入最后倒计时，清溪村已经空了9成。那些领了大款的邻居走的时候看我的眼神，已经从嘲笑变成了怜悯，仿佛我已经是具死尸。林燕，商量个事儿。以前的事儿，叔也是按政策办事儿，你别记仇。你看你家院子，以前挂着那个清溪村物资临时周转点的牌子，那个经营资质虽然挂你的名儿，但那是咱村里集体的资产，对吧？所以你搬走的时候，把那个资质证明留下来，去村委会签个转让书，把那个资质证明留下来，去村委会签个转让书。我一眼看穿他的心思，他不仅想要我这块地，还想借着我那个能合法中转物资的壳子，把这里变成一个非法的私人走私码头。山洪期间物资一天一个价，他这一进一出能赚几10个搬迁款。赵主任，你恐怕记性不太好，还是说你觉得我林烟是傻子？你觉得我林烟是傻子？这是什么？
哼，这是资质注销证明，就在1个小时前，我已经正式注销了。另外，我以个人名义申领了乡村物资经营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临时存储资质，也就是说，这个地址现在已经没有经营转运物资的权利了。从法律上讲，这里就是一片荒地。你说啥？注销了？你疯了？那是这块地唯一的含金量，没了那个证儿，这儿就是个破土坡，什么物资都不能合规存放。我知道，但我乐意。我的证我想办就办，想注销就注销，我宁愿把它废了，也不会留给某些人吸血。你这是商业报复，你这是断了全村的财源。没有这个证，镇里的救灾物资没法在这挂账，直升机和货船就没法合法对接。你这是要逼死全村还没走的人吗？是逼死还没走的你吧，赵德柱。你跟镇上粮油商司下签的那个保底周转协议，收了不少定金吧？现在没了我这个合法资质，你不仅赚不到钱，违约金都能让你赔掉那80万补偿款，我看你怎么交货。你怎么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坏事做尽，真以为没天看？爹，你给我等死！阿言，注销了那个证，咱们以后真的一点进项都没有了。这山洪一发就几个月，咱们就算有水泥地，没钱买粮怎么办？小冉，我注销的是地面转运资质，但我前天刚申请了一个私人直升机应急救援临时起亮点的免费备案，凭借我退伍时的应急救援备案资源，这个备案不要钱，但它是目前方圆50里内唯一的在军民航系统里都有坐标的合法救援点。山洪要来了，但这儿不再是赵德柱的摇钱树，而是我林燕的生命碉堡。苏冉拉着我的手，阿爷，救我吧！这水声踢了我脚，就连房子在放了。别怕，咱们这房子地基深挖了1米，里头全是双层螺纹钢，还有最高标号的混凝土。凭借我的工程经验，就算这村子房子都飘走了，咱们这儿也稳如泰山。可是没变没交，咱们跟被埋了有什么区别？外面村子里街道的路灯开始没电，大雨洒落在屋顶上，从屋檐直泻而下。我见状走到储电的电阀前，转动开关，整个房子突然亮起了灯。亮了，阿言真的亮了。全村都没灯，就咱们家亮着。水位上涨的速度快得惊人，而我家那块被全村咒骂为坦克训练场的地，此刻正稳稳地浮在水面上。远处赵德柱和孙磊站在村子外的高台避难所里。你看的是什么？我看花了眼，那是林燕家，他家居然没断电，他家在那片危险区里亮着灯。赵叔，你不是说让电工把线全掐了吗？他哪来的电？这不符合逻辑。是光伏。那小子在房顶装了排最高功率的光伏板，还给自己搞了个独立供电站，他早就防着这手呢。那有什么用？路全断了，他没水没粮，撑不过3天，就得饿得啃地上的水泥。他求咱们去救他，咱们就在岸边看着，
一口水都别给他喝。阿言，你是怎么想到的？要是没这店，咱们现在真成了睁眼瞎了。这叫未雨绸缪。我在部队学过应急避险，知道断电断网是山洪后的常态，早就提前备好了光伏和储能设备。卫星通讯模块能用，咱们能上网。好，只要有信号，咱们就不是孤岛，而是前哨指挥部。我看着窗外的夜色，心里清楚，当初赵德柱为了私利把我踢出名单，孙雷笑我是守墓人。现在这片夜色中，只有我这一座灯塔。这场大戏才刚刚开始。清晨6点，清溪村已经彻底从地图上消失了。我立刻呼叫应急指挥部。呼叫应急指挥部，我是清溪应急救援起降点。博处海拔高程，安全工业及强化地坪承重达标，可供中型及重型直升机全天起降。对讲机内传来一名男性飞行员的声音。说到村委会，不是报告说该地区已全境淹没无降落条件吗？村委会说的是他们的豆腐渣工程。我这是避险高地，地坪厚度40公分，双层螺纹钢筋，绝对安全。收到救援1号，准备尝试降落，请确保场坪无杂物。降落这地坪标准太高了，连防滑纹都有，比县城的起降场还稳。飞行员和救援队队长从飞机上下来。你呀，你立了大功了。整个清溪村全毁，连村委会内部号称固若金汤的院子都被冲塌。你这儿不仅能停机，居然还有源源不断的电力。我介绍到，独立光伏系统，2组大容量磷酸铁锂电池备用电源充足。太好了，这里视野开阔，结构稳固。要征用你这里作为临时医疗和物资转运中心，没问题吧？没问题，但我声明一点，我已经注销了商业转让资质，所以这里不能产生任何商业性的贸易挂账。这里是纯粹的义务应急救援点，我不收1分钱租金。明白。这种时候，谁还管商业资质？救命第一，小林，你这是觉悟。回去了，我一定给上面反映。村民们在避难所看着救援队录制的救援视频，满脸震惊。那是林岩家，他家不是违规建筑吗？咋成了救援队总部了？你们先前我那300万搬迁款还在兜里，可我现在只想喝口热稀饭。不可能。他那是水泥地，山洪冲一下不就酥了吗？凭啥救援队不去村委会？我不知道，我明明让电工掐断所有电缆了。村委会早就塌了。你就在这儿待着，记住，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能随便进入咱们的私人生活区。罩得住。这只是第一步。你以为你掐了我的电，注销了我的补贴，就能把我逼上绝路吗？你那些阴暗的小动作，只会让你自己看起来像个滑稽的跳梁小丑。村长，你看，林岩那儿存了那么多直升机运来的紧缺货。还有咱们村集体的几项防疫药品，肯定都在那儿搁着呢。咱们现在带着人回去，打着抢救集体资产的名头强行登岗。他是村里的人，敢不让咱进？对，地是村里的，人也是村里的。我找2条大功率冲锋艇，咱们回去接管阵地。轮不到他林燕搞独立王国。走。那是赵德柱他们
他们带了好多人。带了人又能怎么样？这大水里人多，只会沉得更快。去把那个军事化管制区非法登陆后果，自负的警示牌放过去。哎，林爷，我是村主任赵德柱，接到镇上口头指示，我们要回来协助救援队管理集体物资，你赶紧把大门打开，让我们上去，别耽误国家大事。清溪前哨呼叫执勤小队，有不明人员强行冲击应急起降点，疑似干扰直升机起降严重，影响航道安全，请予以警告并强制驱离。林燕，你少拿鸡毛当令箭！你那点水泥地是老子眼看着修出来的，凭啥你一个人站着？你把正柱削了，就是想私吞物资，把船划过去，等等，直接跳上去接管。啊！我求你了！救救我！快开车，让我们上去！这时，他们才发现，港边围着一圈细密的不锈钢防护网，根本无法靠近。这是啥呀？林燕，赵主任，这叫空域物理防护屏障。我这是民航局备案过的临时起降点，为了防止闲杂人等和野生动物干扰直升机安全起降，安装维护设施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你快拉我上去，水里有死猪，太恶心了。想要上来可以，由于我这里已经注销了集体物资转运资质，你们在这里的一切消耗都要按照私人自救成本结算，一瓶矿泉水50块，一次的暖取暖费500块，或者继续在水里漂。50万一瓶水，你这是抢劫！我要去告你。那你可以回县城喝那免费的泥浆。下一架直升机还有5分钟到达。巨大的风压会把你们直接卷进底下的暗流，祝你们好运。我快拉我上去！赵德柱、孙磊，当初你们在村委会按喇叭笑我是守墓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旧村的墓其实是给你们这种人挖的？林燕，你还是不是人？你看看这大水，你要眼睁睁看着乡亲们冻死在水里，你躲在这么厚的钢筋混凝土平台上，你晚上睡得着觉吗？睡得很香，赵主任。当初你掐断我家电缆，断掉我家水源的时候，你睡着了吗？你把我从搬迁名单里划掉，让全村人围着我笑话我是守墓人的时候，你心安吗？那是为了大局，那是政策。现在是救命时刻，按照须知洪区紧急管理条例，你有义务配合集体避险，无条件提供场地。功亏你当了20年村主任，法律读一半就出来现眼。你看清楚，条例第10条明确规定，私有宅基地及其地上合法建筑物，在洪水期间属于私人临时避险避难所，我没有义务无偿接收非编制人员登岗。你这地皮是集体的，不是你林燕一个人的。但我有30年的经营权和合法使用权。我之前已经注销了物资转运点的所有资质。现在这里是完全受保护的私人避险区。我开启的每一度电，每一滴纯净水，都是我的私人财产。你想上来，行，按商业避险协议走。林燕，你疯了！登岛费一次3000，3000块买你这条命，贵吗？你提那辆越野车的时候花了30多万，按3声喇叭嘲笑我的时候挺威风。你还不谈咱们是一个祖宗的，你不能这么绝啊！你别跟我谈祖宗，你在镇上跟梁贩子签合同，想利用我发横财。你想过祖宗吗？签，或者滚回水里去漂着。林燕，你记住了，这笔账我一定会找。等水退了，
慢慢算。水退了的事儿等退了再说，现在去那边待着。每喝1瓶水，扫码支付。就在这时，一架直升机降落，下来几位穿着制服的人。哪位是林燕同志？我是林燕，这里是被按过的清溪应急起降点。我是县应急指挥部的刘副指挥。林燕同志，你立了功了。我们在卫星时云图上发现，这一带有异常高亮的坚固平台，这地平本来以为是哪个违规的小工厂，没想到是你个人的避险堡垒。你这地平到底是什么标准？刚才降落的时候，朕敢微乎其微。双层螺纹钢筋结构，厚度40公分。我还加了2遍金刚砂耐磨层和防滑涂料。一线承载重量在30吨以上，按照我在部队学的工程标准建造。确实很扎实。这里还有自备的10千瓦离网电力系统和360度红外监控覆盖。一旁的赵德柱突然冲过来，拉住刘副指挥的胳膊。领导，您听我说，这块地是咱村集体的。林燕，这是私自改变土地用途，这是典型的违章建筑，得收归集体管理，不能让他这种唯利是图的小人钻了空子。你是谁？我是清溪村的村主任，我叫赵德柱，我掌握着村里的公章，我可以帮你们管理好一切。所有的水电消耗，事后我们全额补偿征用。我可以接受征用，但我有3个底线条件。第一，我之前已经注销了所有经营资质，所以我坚决不参与任何救灾物资的分配和账目。所有物资必须由指挥部派驻专人签字核准，我只提供场地和安全保障。第二，这里是我和家人的私宅。那些非法登岗的人只能留在指定的难民滞留区，不能进入我的核心生活区和指挥室。第3，我需要一份盖有公章的正式编号和授权委任状。我不需要钱，但我需要这份名分，防止某些人等水退了之后，以非法获利的名义找我麻烦。林岩，你年纪轻轻，考虑问题真是滴水不漏。行，我当场授权。从这一刻起，这里就是清溪应急救援003号官方保障点。我们会在这里部署卫星突击中继站和临时战地诊所。赵德柱站在一旁，面如死灰，心里清楚，他的村主任时代已经随着那场山火彻底沉下去了。孙雷也慌了，凑过来谄媚的笑着：“林岩，朱老板，我那是脑子里进水了，胡言乱语。您大人有大量，这保障点修得真好，真气派。喝水吗？我嗓子快冒烟了。”我指了指旁边的扫码牌，喝水扫码200块。虽然这儿成了保障点，但这水是我私人储水罐里的纯净水，官方不负责给非法闯入人员报销生活费。山洪峰村进入了第3天，水位虽然开始下降，但整个清溪村依然是一片浑浊的内海。原本领了80万补偿款搬走的邻居们，现在正面临一个极其尴尬的现实。为了多拿点评估款，他们把陈粮、药材和金贵的种子全堆在老屋2楼。现在那是他们带不走的命根子，而且镇上的物价疯涨，他们虽然手里攥着补偿款，但眼看着这些钱缩水，心里疼得像猫抓一样。这补偿款还没到手就不值钱了。是啊，米都涨到6块1斤了。这点钱能撑多久啊？急得我晚上都睡不着。很快，吴老根带着几个村民，乘着租来的小船，找到了我这里。今天真是林烟啊，书记姓蔡，当初那是开玩笑呢。咱们是一个村的，打断骨头连着筋，你就让我靠下岸。家里那3000斤粮食还在水里泡着呢，没你这块干地方，那货就全毁了。吴老根，我记得发放赔偿款那天跟我说，以后你发慈悲回来钓鱼，让我给你留个车位，还记得吗？要谁有看，以前是我们不对，眼下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的粮仓就在后面，只要在这儿卸个货，转个运就行。我们给钱，给钱。我注销了所有的物资转运资质，所以我这儿现在不能合法收你的场地费。但我这儿的铲车、吊机和晾晒网全是我林燕自费买的私人工具。我们租，我们高价租你的工具。行啊，靠泊费一次1000，由于地坪是金刚砂耐磨面，你的破木船对地面有特殊磨损，加500维修费。
装卸一次2000，暂存费1天1000。你这是抢钱呀！你现在挂着保障点的牌子，你应该为我们服务。保障点是为受灾群众保命的，不是为你们这些搬迁富翁回来抢救私产服务的。我有没有义务把这40公分厚的 C40平台腾出来，给你们放那几袋发了霉的麦子？李岩，我先靠一个位置，这是3000多出来的，算我请你喝酒。写好了，这是所有费用明细。下一个靠4号位，动静小点，别惊扰担架上的伤员。要是刮花了地面旗，你那80万补偿款都不够赔的。赵德柱缩在角落里，看着曾经对他唯命是从的村民们，现在却排着队给我递烟交钱，说好话。他气得牙关直打颤，却又无可奈何。没过多久，一位穿着西装的男人乘着直升机来到这里。林岩先生，我是天悦集团的副总裁陈万里。这武岗很有名啊，省报都登了你的英雄事迹。陈总有何贵干？我这儿现在还处于封闭状态。我是来给你送机遇的。我们看中了清溪虚指红区退水后的景观价值，天悦集团准备投资20亿，在这里打造全国最大的抗灾遗址主题公园。而你这块高岗，海拔最高，基建最稳，更是乐园和新酒店的最佳选址，所以我们准备买断你这块宅基地的经营权，500万。500万现金下午就能到账，你全家可以立刻搬到省城，过上真正的富人生活。我还没说话，一旁的赵德柱突然冲过来抢过协议。陈总，您找错人了，地是集体的，这500万得给村里，我代表集体跟您签。赵先生，法律程序我们走过了，林先生手里握有30年的独立流转合同，并且他在山洪期间注销了原本的集体转运点资质，现在这里是完全受保护的个人独立产权，我们只能跟他谈。不谈，我不让他谈，500万啊！有了这笔钱，村里欠的那些烂账都能平了。林先生，现在给你500万，是看得起你。万一回头定性成违建强拆，你1分钱都拿不到。我看着他们，语气坚定。如果我不卖，旭志红区的管理全现在省里，我只要跟上面打个招呼，以防洪设施升级的名义把你这地皮收回去，就一纸公文的事儿。到时候你不但拿不到钱，连这块水泥地都保不住。是吗，陈总？看来你来之前功课做得不够。就在山洪发起来的前1周，我在这里被按起降点的同时，还同步申请并获批了清溪湿地水土保持及生物多样性修复试点，属于省级环保红线的核心保护范围。这是环保红线，根据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红线区域内严禁建设任何大型游乐。这意味着我们的酒店项目，哪怕买下这块地，也连一个坑都挖不动。林岩，你故意耍我，你宁愿让这块地荒着，也不卖给我们搞开发。我这不是荒着，而是给子孙后代留个救命的地。陈总，你想在别人的灾难遗址上建酒店收房费？这种人血菜我争着烫手。我的起降点是救命的，你的酒店是吸血的。既然这里是环保红线区，那你们天悦集团的那套收购方案可以扔进水里喂鱼了。你以为守着个坡阵地就能拦住我？我只要运作一下。那你尽管去试试，刘指挥就在后院，要不要我把他请过来，听听你怎么运作环保红线？最终咬着牙离开了。500万就这么没了？林岩，你个疯子！你就是全村的罪人。那500万从来就不是村里的，更不是你的。你还是多想想，等水完全退了，你账面上那些挪用的移民款该怎么填平吧？审计组估计也快到了。完了！没过多久，越来越多的村民来找我求助。李岩，救命啊！我家后院那口井被山洪灌了，抽出来的全是黄汤。全家人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孩子已经拉肚子了。求求你给我分点水吧！吴叔，别说我不讲情面。现在全村地下水全部重度污染，我这儿的净水系统每小时耗电和滤芯损耗都是钱，签过协议的按成本价供水，没签过的按市场价。
1桶水20块，概不赊账。这是坑自己人啊！你可以去村头泥坑里要水喝，没人拦着。孙雷也凑过来，理所应当地说：“你这些机器就借大家用用吧。”村里那些还没烂透的庄稼，要让它赶紧烘干，还能换点口粮，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这设备闲着也是闲着。孙雷，当初你嘲笑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要借我的机器？每台1天租金800，不包运费。惹我打劫！刘指挥走的时候交代的很清楚，保障点只负责应急救援，灾后重建属于私人商业范畴。由于我已经注销了物资转运资质，我现在是以清溪农机维修站的名义在独立经营。孙磊，你可以去镇上看看有没有比我更便宜的。哦，我忘了，路还没修通，镇上的机器进不来。几天后，几位穿着防疫制服的人找到我，目前进村的重型防疫车辆需要一个临时洗消点，希望能租用你这里作为1个星期的防疫支点，可以按照购买服务的标准，每天场地费4000。4000可以，这价格不高。我这地坪是按码头墙镀修的，重型车反复碾压，强腐蚀性消毒液喷洒，地坪期损耗极大。而且我注销了资质，所有税费我都要自担。这个价格已经是给家乡的优惠价了。就按这个执行，没有问题。阿言，名单下来了，镇里特批，因为你在山洪里的突出贡献。阿言，咱们可以去县城租大房子开店了，还允许咱们挑选位置最好的商业街。我不走。不走？为什么呀？大家都搬走了，这旧村以后就废弃了，连高压线都要撤掉。守着这一块水泥地当野人吗？这里不是废地，这里是未来的中心。未来的中心。很快，这里就不再叫旭日红区，而叫清溪国家湿地公园。而我这儿是公园唯一合法的核心服务支点。就在这时，几位工作人员来到赵德柱面前。赵德柱，跟我们走一趟吧。为什么？我犯了什么法？我是村主任，你们有什么证据？关于你非法挪用移民补偿款，在防洪工程中私收贿赂，导致堤坝亏塌的证据，我们已经掌握了。给我！站住！别动！我却毫无波澜，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昔日的旭日红区已化作生机盎然的生态圣景，恢复生机的新农村小镇。我修的那片40公分厚的 C4式混凝土地坪，像一枚精准镶嵌的芯片，平整坚硬，闪烁着冷冽的工业光泽。在这个世界上，房子可能会倒塌，金钱可能会贬值，邻里情分可能会变质，唯独刻在骨子里的专业与预判永远不会背叛你。作为退伍工程兵，我用自己的技能守住了家人，也守住了属于自己的尊严。